一个人半夜坐电梯。静花被这恐怖的景象吓得大气都不敢喘，更让她想不到的是，衣衫褴褛的女人下电梯后，居然在不停地敲邻居家房门。今天带来的是2012年韩国恐怖神作《鬼影敲门》某瓣评分，虽然只有 4.1 分，却是一部被严重低估的恐怖佳作。看似烂片外壳，实则藏着3层反转，全程高能，每一个细节都在细思极恐。看完我连夜检查了自家门窗，生怕下一秒就听到那诡异的敲门声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敢租一间每晚12点准时有人敲门，但开门却空无一人的房子吗？咱们的女主静花就偏偏踩了这个坑，而这一踩就彻底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恐怖深渊。静花是一名美术学院的学生，为了方便上课，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公寓。本来以为是开启独居的美好时光，却没想到从搬家的第一天起，怪事就接连不断。搬家途中，他不小心失足，箱子上的塑像掉在了花坛里。弯腰去捡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了一个刻着奇怪面具的护身符。作为美术生，静花正为展示会的素材发愁，这枚诡异又特别的护身符瞬间勾起了他的兴趣，想都没想就捡回了家。殊不知这一捡就打开了通往地狱的大门。搬完家的第一个晚上，静花刚躺下，就听到隔壁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，节奏均匀，力度沉重，不疾不徐，像是有人在刻意试探。他以为是邻居，晚归没太在意，可接下来的每一天，无论他睡得多早，只要午夜12点的钟声一响，那诡异的敲门声就会准时响起，每次都敲够10下，不多不少。等他慌忙跑到门口，透过猫眼望去，走廊里空无一人，只有昏暗的灯光。有一天晚上，静花晚归，刚走进电梯，电梯门即将关上的瞬间，一只沾满泥泞的赤脚突然伸了进来，吓得他浑身一僵。紧接着，一个蓬头垢面、衣衫褴褛的女人走了进来。女人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，浑身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，赤着脚，脚趾缝里还嵌着泥土，全程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静花大气都不敢喘，死死盯着电梯按键，心里默念着快到快到。电梯到了7楼，门一打开，那个诡异的女人率先走了出去，径直走到静花隔壁的704号房门前，停下脚步，然后开始机械的反复的敲门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和静花每晚听到的敲门声一模一样。静花吓得魂飞魄散，趁着女人敲门的间隙，快步冲回自己家反锁房门，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，心脏狂跳不止。她趴在门后听着隔壁的敲门声，直到10几分钟后，敲门声突然停止。她小心翼翼地透过猫眼望去，走廊里空荡荡的，那个女人就像从未出现过一样，连一丝脚印都没有留下。从那以后，静花彻底陷入了恐惧之中，她开始失眠，每晚都要熬到12点过后，确认敲门声停止才敢眯一会儿。白天上课精神恍惚，画纸上不知不觉就画出了那个诡异的面具，还有那个赤脚女人的轮廓。更可怕的是，她发现自己的衣服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血迹，她确定这不是她的血，颜色暗沉，带着一股腥臭味。就在静花快要崩溃的时候，她的闺蜜上珠出现了。上珠出身于神婆世家，从小就有通灵的能力，一眼就看出静花被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。上珠警告她，普通人如果频繁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要么是被邪祟盯上了，要么就是闯入了不该闯入的领域。再这样下去，静花会有生命危险。静花这才把搬家捡到护身符，每晚听到敲门声，遇到赤脚女人的事情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上珠。上珠听完，脸色变得十分凝重。她告诉静花，那个护身符不是普通的饰品，上面刻的面具是用来封印邪灵的。静花捡走了护身符，就等于解开了封印。而那个赤脚女人大概率是被邪灵操控的鬼魂，她每晚敲门不是为了找邻居，而是为了找静花。就在静花忐忑不安地回到出租屋时，门上突然掉出一个信封，进屋一看，里面装着3张10万韩元的支票，还有一张纸条，纸条上是隔壁704住户写的。他说自己有急事，想请静花帮忙，在午夜11点50分去他家关上保险柜的门，凌晨1点再去打开，只要照做，这3张支票就归他所有。静花看着支票，心里有些动摇。她最近手头拮据，这笔钱刚好能解决她的生活费和展示会的费用。而且她也很好奇，隔壁的住户到底是谁，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奇怪的要求，和那个赤脚女人又有什么关系？在好奇心和金钱的驱使下，静花答应了这个请求。午夜11点50分，静花按照纸条上的密码打开了704号的房门。一进门，一股刺鼻的腥臭味就扑面而来。房间里乱七八糟，地上散落着破碎的镜片和诡异的符咒。正中央摆放着一个贴满符咒的保险柜，透着一股阴森森的气息。静花心里发毛，不敢多停留，赶紧走到保险柜前，用力关上了柜门，然后转身就跑回了自己家，连门都忘了关严。回到家后，静花的心还在狂跳，她刚坐下，就听到隔壁传来一阵打斗声，还有女人凄厉的惨叫声，声音尖锐，充满了绝望，听得她浑身发冷。她想报警，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死死捂住耳朵，熬到凌晨1点。凌晨1点一到，静花硬着头皮再次来到704房间。此时的房间比之前更加混乱，地上布满了泥泞的脚印，和那个赤脚女人脚上的泥土一模一样。保险柜的周围还散落着几滴暗红色的血迹。
镜花吓得浑身发抖，赶紧打开保险柜的门，里面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她不敢细看，转身就跑，连支票都忘了拿。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第二天早上，镜花在公交站看到一条新闻，当红模特泫雅失踪多日，警方正在全力搜查。当他看到新闻上泫雅的照片时，瞬间吓得浑身冰凉。那个失踪的模特竟然就是他在电梯里遇到的那个在704门前敲门的赤脚女人。镜花这才意识到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，他赶紧回到家想收拾东西搬走，可房东去了国外，要1周后才能回来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再住1周。可就在他收拾东西的时候，门上又塞进来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一张100万韩元的支票，还有一张新的纸条，上面写着：求你再帮我一次，否则我活不过今晚，泫雅也不会放过你。镜花彻底怒了，他觉得自己被人当成了棋子。可就在他准备把支票塞回704房间的时候，一只大手突然拉住了他。拉他的人正是704房间的住户，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人，他自称是一名摄影师，名叫泰宇。泰宇满脸憔悴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。他恳求镜花，求他再帮自己最后一次，声称自己被诅咒了，只有镜花能帮自己，否则自己和镜花都会被泫雅的鬼魂杀死。在泰宇的苦苦哀求下，镜花最终还是心软了，他决定再帮他一次，同时也想弄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泰宇告诉镜花，他和泫雅是恋人，可泫雅是当红模特，看不起他这个三流摄影师，提出了分手。爱而不得的泰宇彻底疯了，他偶然得到了一种民间秘术，只要用自己的血滴在刻有邪灵面具的护身符上，再施加咒语，就能把自己喜欢的人变成傀儡，永远留在自己身边。而镜花捡到的那枚护身符，就是泰宇用来诅咒泫雅的工具。泰宇迷晕了泫雅，把她绑回了704房间，施加了诅咒。从那以后，泫雅就变成了他的傀儡，每天午夜12点都会准时来到704房间门前敲门，然后走进房间任由他摆布。可时间久了，泰宇发现这种被诅咒控制的感情并不是他想要的，他希望泫雅能发自内心的爱他。于是他把泫雅约到了郊外，向他坦白了一切。得知真相的泫雅彻底崩溃了，他对着泰宇破口大骂，嘲讽他是个废物，不配得到自己的爱。争执中，泰宇失手把泫雅推到，泫雅脑袋撞上石头，当场死亡。泰宇吓坏了，他把泫雅的尸体藏在了保险柜里，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可没想到被诅咒加持的泫雅死后变成了恶灵，每到午夜12点就会准时回来敲门，想要向他复仇。泰宇走投无路，只能想到用同样的诅咒把邪灵转移到镜花身上，这样泫雅的鬼魂就会去找镜花，而他就能趁机逃跑。他之前让镜花开关保险柜，就是为了完成诅咒转移的仪式，因为保险柜里不仅藏着泫雅的尸体，还藏着诅咒的核心，那枚被他滴了血的面具。居然知道了一切，泰宇就不能放过镜花。镜花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卷入了这样一场恐怖的阴谋。午夜12点的钟声突然响了起来，这一次敲门声比之前更加急促，更加沉重，仿佛就在镜花的房门外。泰宇吓得浑身发抖，他知道泫雅的鬼魂来了，他一把抓住镜花，想把她推到门外，当做自己的替罪羊。镜花拼命反抗，混乱中他拿起桌上的水果刀，失手刺中了泰宇。泰宇倒在地上奄奄一息，他看着镜花，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，说出了遗言：你以为杀死我就能解脱吗？泫雅的怨气已经缠上你了，你逃不掉的。泰宇死后，敲门声突然停止了，镜花瘫坐在地上，浑身是血，吓得魂不附体。他赶紧给上珠打电话，让上珠过来救他。上珠赶到后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脸色十分凝重。他告诉镜花，泰宇死了，诅咒没有完成，泫雅的怨气会变得更重，而且泰宇的血和泫雅的怨气还有邪灵的力量已经融合在了一起。现在的泫雅已经不是普通的鬼魂了，他是被邪灵操控的恶灵，只有找到他的尸体解除诅咒，才能彻底摆脱他。于是两人来到704房间，打开了保险柜，里面果然藏着泫雅的尸体。尸体已经开始腐烂，浑身散发着刺鼻的腥臭味，脸上还带着痛苦的表情。上珠拿出自己的通灵工具，准备举行仪式解除诅咒。他告诉镜花，自己需要和泫雅的灵魂互换身体，只要自己能暂时掌控她的身体，镜花就戴上面具，念出解除诅咒的咒语，这样就能化解她的怨气，让她安息。仪式开始了，上珠躺在地上，闭上眼睛，嘴里念着通灵的咒语。很快她的身体开始抽搐，眼神变得空洞，显然泫雅的灵魂已经附在了她的身上。镜花按照上珠的吩咐戴上面具，准备念出解除诅咒的咒语。可就在这时，上珠突然睁开眼睛，眼神变得十分凶狠。他猛地站起来，朝着镜花扑了过去，嘴里嘶吼着：我要杀了你，我要你们都为我陪葬。镜花吓得连连后退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上珠会突然变成这样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上珠突然停了下来，身体开始剧烈抽搐，嘴里发出婴儿的哭声，声音尖锐，充满了怨气。上珠痛苦地倒在地上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镜花被骗了，真正的恶鬼不是泫雅，而是她肚子里的孩子。原来泫雅被泰宇诅咒后，不仅变成了她的傀儡，
还意外怀上了泰宇的孩子。泰宇失手杀死泫雅的时候，不仅杀死了她，还杀死了她肚子里的胎儿。这个胎儿还未出生就死于非命，加上泰宇的诅咒，泫雅的怨气还有邪灵的力量，变成了比泫雅更可怕的阴灵。之前每晚敲门的虽然是泫雅的鬼魂，但操控她的其实是这个阴灵。泰宇想要转移诅咒，不仅没能成功，还让阴灵的怨气变得更重。上珠通灵的时候，阴灵趁机附在了他的身上，因为阴灵需要一个宿主，而上珠的通灵体质是最好的选择。金花终于明白了一切，他看着倒在地上的上珠，看着保险柜里泫雅的尸体，泪水忍不住掉了下来。他知道自己必须鼓起勇气彻底解除这个诅咒，否则他和上珠都会被阴灵杀死。金花拿起地上的面具，用力摔在地上，面具碎成了碎片，一股黑气从上珠嘴里钻出。很快上珠缓缓睁开眼睛，恢复了正常。诅咒解除成功以后，他们把泫雅火化，希望她能安息。可重新回到出租屋的镜花无意间看了一眼自己的窗户，窗户上赫然印着一个小小的手印。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嘴里喃喃自语：不可能，诅咒明明解除了，怎么会？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留下了一个细思极恐的伏笔。那个阴灵真的被解除诅咒了吗？还是说他只是暂时隐藏了起来，等到下一个5月12点，他会再次敲响房门，寻找下一个宿主。家人们看到这里，你们是不是也头皮发麻？其实《鬼影敲门》这部电影看似是一部简单的鬼片，实则藏着很多隐喻。泰宇的爱而不得变成了疯狂的占有，最终酿成了悲剧。泫雅的骄傲和决绝让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而那个未出生的阴灵才是最无辜的受害者。他的怨气来自于父母的罪孽，来自于不该有的诅咒。很多人说这部电影某半只有 4.1 分是烂片，但我觉得它绝对是被低估的恐怖佳作。没有过多的血腥画面，没有刻意的吓你一跳，而是用细节营造恐怖氛围，用反转冲击人心。看完之后不仅让人感到害怕，更让人反思，贪婪、占有欲、自私才是最可怕的恶鬼，它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一旦失控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。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。最后提醒一下，看完这部电影，晚上听到敲门声千万不要随便开门。评论区告诉我你最害怕电影里的哪个场景，是电梯里的赤脚女人，还是窗户上的婴儿手印，或者你有没有发现电影里的其他伏笔？关注我，下期带你们看更多高能恐怖片。我是小 K， 我们下期见。